熊光第一次念 rap 这熊言熊语。就我们现在是2021年，熊光是从2016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正式回归人间活动嘛。他在之前一直都是隐退的状态，然后他在2016年的时候发了 Phantom，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他发了 Hatsukoi，在这两盘专辑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好歌，但是我觉得过去这5年有一首歌是真的不能错过的，就是 Too Proud。Too Proud 它总共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发布在初恋那盘专辑里，是他跟英国的一个 rapper，名字叫Javen， 他们俩一起合唱。然后2019年大概年底的时候，他联合就我们国家的说唱团体直火帮里边的成员谢子通 HZT， 然后越南的一位女说唱歌手 Spoy 和韩国的一个嘻哈团体 Most Badass Asian 的成员 EK 一起来重新又做了 Too Proud， 这个版本叫 Too Proud Era 1 Remix。 我比较好奇他为什么会搞这个多语种的这个版本的契机是什么？其实就是应该他想要联合一些新锐的亚洲的 rapper 一起来重新做这首歌。当时其实我也在想，这首歌可能在他心里真的分量很重，就是他又做了一个版本，对吧？那在他演唱会过程当中，那么第3个版本就来了。第3个版本就是这次是他自己亲自上场，他亲自念 rap。我看到那个片段了。对，然后他当时台上不是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舞蹈家嘛？是的， Futiko Takase。Futiko Takase 是我们在那次讲瑞娜杨的时候，就你还记不记得瑞娜杨当时第一次跟他合作拍了一个叫 Forevermore？ 我记得。对，其实当时教熊光跳舞的那位舞蹈家就是 Futiko Takase。对，他好像有跟大家有介绍说这一位是我的就是舞蹈老师。对，所以 Futiko Takase 就从 Forevermore 然后一直到 Laughter in the Dark 这个巡演当中，都给了他很重要的 support 吧。然后呢，他当时他 rap 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看的巡演是千秋的前一场嘛，在木章，从第一场看起的有一些歌迷就觉得我靠，就熊光第一次念 rap 这熊言熊语，说不上哪里好跟不好，但是听过一次真的忘不了。对，我听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像是日本的普通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会有带一点点口音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子啊。对，我觉得就是你说这个熊言熊语，我觉得还挺别致的，我觉得。对，然后因为我的日语没有你好嘛，我的日语纯粹就是你知道旅游用语。我当时在现场听的时候，我也的确有一种不熟练的感觉，但是我也不能说他什么，人家毕竟音乐家，哪有不熟练这回事？不熟练的话是不会拿出来做这个 performance 的，对吧？有他自己的风格，真这样说。对。然后呢，其实这3个版本，我们除了听觉，因为他编曲肯定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嘛，然后或者说是他表演的角色不同，其实这3个版本真正核心的差异是歌词，它整个 rap 的歌词是有一种很隐喻性的递进。第一个版本其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就它是有一种很像一对爱侣一对伴侣之间的对话。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因为他整个开头就是熊光自己有一段像是念白，他其中有一句叫 I don't want to be rejected, I guess I reject you all the time。 然后男生 rap 那边我倒觉得有一句也跟他这个很对应， She don't love me like the way she used to love me, It's like I get too close and she refused to hug me。 这其实像一个各自的，你知道女方的语气是冷笑的，就是有一种我们经常说的阴阳怪气的，而男方那边则是有一种抱怨的破罐子破摔的，甚至有一点点哀怨或者说愤怒了。而且我特别记得它里面还有一段像是在谴责一样， Why you deleting all your message? What you hiding on your phone? 又已经有一种你是不是在背着我搞什么的感觉。对，就是互相之间都有一种其实不想离开对方，但是又不想成为先服软的那一个，所以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间隙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那种感觉。对，如果第一个版本是一个叫做一个片段，一个 episode， 对那第2个版本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递进，谢思通 HZT 的他的那个中文部分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场景搭建，很有电影感，因为他描写一些什么橱窗啊，然后路啊，列车啊等黑夜啊，就有画面了。对，画面感就出现了。而且我其实特别喜欢他写的有一句是现在的我们演不下去，我就觉得
哇，那个眼字太点睛之笔了。第一遍听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被这一句抓住，因为我觉得真的，如果一段关系里边如果都要演的话，就有一种 pretend to love，然后到一天都没有办法 pretend 的感觉，无底了已经。这一句之后紧接着就到越南女 rapper Suboi 的那一段嘛。如果说就是谢梓彤这一段其实是类似一个画面嘛，一个场景嘛， Suboi 这段就比较偏内心戏了，就是有那种被拒绝被忽视的那种愤怒就出现了，就是说那我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人。在第一个版本里面这边也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Love is cursed by monogamy。 对，我记得我这一首，我记得他这两句其实就有一种互文的感觉，就是直接把一个问题抛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人类社会所推崇的专一啊、一往情深啊、白头到老啊，就到最后成为了彼此貌合神离、漠视彼此、伤害彼此的一个原因、一个起点。就是强行绑定反而会给人带来痛苦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也就直接就问了，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想去爱和想被爱，其实是不是本身就是错的？这个问题好哲学啊。对啊，然后到韩国 rapper EK 的那一段，他这一段就 rap 的那个节奏是比前面的明显要慢下来的，所以这一段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个人在喃喃自语，然后这一段我的朋友给我翻译的英文和网易中文版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所以其实我也拿不准哪个，对，有点出入。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想被珍惜、想被爱的愿望都已经到了一种哪怕是最卑微的一点东西给我都好。我感觉这段韩文的歌词到最后就给两个人不能说是盖棺定论，或者给这段关系就差不多已经是画上一个句号了。其实真的是有一种，如果版本一是一个片段，就是心碎还没有心碎的那么彻底，只是两个人日常的争吵，那版本2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有起承转合的短片了。再到演唱会版本就更有意思了，他那段雄言雄语的 rap， 其实他那个语气和他整个表演的那个风格状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就他整个人有一种很戏谑的感觉，就他没有在讲某个人的情绪、某段关系的症结，他就是直接在讲一个社会氛围的缩影，讲人跟人之间生疏跟冷漠和有一种自我欺骗的无关紧要。而且我觉得他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去引申出去，就是越是在身边的人你反而越是对他冷漠，越是陌生的人我越是希望想要去跟他靠近。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同一首歌他在 rap 的上面花了那么多心思，然后做了3个版本，还有伴舞，为什么还要伴舞？对对对对对，而且他竟然把伴舞 Forevermore 是很正常， Forevermore 的确是因为就 Futito 有参加，所以就说他其实这一场演唱会他并不是所有的歌都伴舞的是吗？没有。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迭代了3个版本，然后最后他在自己演唱会上再次发布这首歌的时候，他又用了舞者的肢体语言去表达，而且他们俩是有互动的动作的嘛，是一起跳的。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很想透过这首歌去表达更多的东西，就是不断的去加深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些厚度吧。而且他其实在间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记得，他跟舞者有一个像是拥抱但是又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真的有一种是的，我想靠近你，但是我却怎么样都靠近不了你，无限接近但是没有触碰。概括的超好这句。有没有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以前做那个椭圆函数还是什么的你说圆周率啊？不是，就是算了，我们不要谈数学了，不是我们的专长。对，不是我们的领域，跳过。反正呢，这首歌其实他其实也真的有聊过，他说从表面上看是在讲那种亲密关系的一种瓦解吧，他原话很深，他提到了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其实很成人，就是两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达成灵魂和肉体上的交流。但其实本质上他想唱的是整个日本的社会环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害怕被伤害、被拒绝的，从而大家都是防备的心理和高自尊。还蛮现实的，就是基本上大家现在都处于一个患得患失的状态，而且因为爱的本质其实是安全感或者说是安心感吧。它是一个 deal breaker， 就是怎么说，就是能不能判断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在一起。我觉得安心感或者安全感是一个必须有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件事情就成不了的一个，所以叫 deal breaker。其实我后来查到，就是他唱的这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了嘛，是有一个专业词的，叫做回避型依恋。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就最终会陷入一种，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请小邱老师帮我们念一下。一度挫折したらもう終わり，就是你摔了一跤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回避型依恋，我觉得挺对的，就是你越是在乎，你越是不敢去轻易的怎么说，轻易的去接触它，反而只能就是远远的去看去观望。那如果说对方也采取这种方式来跟你互动的话，两个人会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歌名嘛，因为他用的是突突句型嘛，就学过初中英语的朋友们都应该初中英语都出来。就是在 Phantom 他其实还有发一首歌，我上次在瑞娜杨那期我也提到，就我的女友，你还有印象吗？有啊。对，我的女友其实他其实就已经在写这种两个人都彼此不理解，然后心中充满了呐喊挣扎。Too Proud 就很像是 Orlando Carnojo 的后半篇了，就已经心灰意冷。可能一首是两个人还在互相折磨的阶段啊，然后之后就是两个人已经 Orlando Carnojo 应该还是热恋的后半期哦，这样子，所以就是还有甜的是吗？还有甜头在，就还对彼此抱有希望，还对这段关系抱有希望。比较有礼貌的夸自己的，这夸也太那个啥了吧？怎么说？很敷衍吗？男生是在觉得啊，我女朋友还不错哎，竟然不会像别的女生那样那么作，长得也还可以。然后女生其实心里想的是，我不希望你觉得我是个麻烦的人，所以我才一直装得很懂事的那种感觉。他其实没有做真正的自己，他只是在努力成为他觉得对方想要的那种女性。所以如果从 Orlando Carnojo 走到 Too Proud 的话，那其实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女孩子已经 reject， 然后男方才会说对 why you changed。 对，就是是的。所以 Too Proud 其实真的我觉得，如果因为 Orlando Carnojo 是他 Encore 的第一首歌我记得，然后 Too Proud 则是他中场去换衣服的，就他有上半场跟下半场嘛，他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下半场的第一二首就是献给妈妈的歌啊！我又要哭了。没事，你要哭你就哭一会儿，然后继续讲。我会感觉到宇多田光他真的有在去感悟生命，有在去，反正我是觉得这部动画是赚到了。